好，这里是菜鸟老田，让我们恭喜2024年年度游戏《宇宙机器人》。我相信台下的所有观众、游戏开发者、游戏厂商都十分激动，他们应该不是在恭喜机器人获奖，而在感谢 TGA 为所有人准备了一场十分有节目效果的演出。我从来没想过一个游戏界颁奖晚会能那么有乐子，这就全程悬疑拉满，可能他们签的真的是弹幕合同。By the way， 虽然我不觉得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是一款完美游戏，但是我确实给他投了年度游戏，包括 Steam 大奖，因为我确实对《最终幻想》系列和 JRPG 不是那么有兴趣，而且我也确实不认为小丑牌和宇宙机器人能拿年度，体量终归差距太大。结果你看，这不就有节目效果了吗？我看着宇宙机器人和暗翼幻想拿了一堆别的奖，心想按照惯例应该是拿不了年度。我又看着小丑牌也拿了一堆奖，甚至还有最佳移动游戏，让一堆花了钱打广告的二游情何以堪。但是我知道他也拿不了奖，而且当我看到结束 FF7 和黑神话悟空都在交响乐最后压轴的时候，我猜年度游戏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了吧，就是宇宙机器人。就好像拳击比赛里两边都打出血了，就看谁能 KO 谁的时候，突然宣布一旁观战的裁判赢了一样。 TGA 还是太会端水了，知道端给谁都会让另一边不爽，那就不如直接从屁股后面掏个火锅出来泼所有人一身，太炸了，真是太炸了。去年的斯文是这样的，今年的斯文是这样的，不用好奇他的盔甲去哪了，因为他的甲已经叠满了。不过也没必要去攻击拉瑞安，毕竟去年得奖的人要给今年得奖的人颁奖是 TGA 的传统。我现在在思考《博德之门3》是否会有点后悔拿了去年的年度游戏，这人情的代价有点太大了吧。不过可怜的是黑神话悟空嘛，并不是，至少黑猴还拿到了年度动作游戏和玩家之神。可怜的是 FF7 重生嘛，也不是，至少他拿了一个最佳配乐。虽然我想给寂静岭2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黑神话连个提名都没有。真正可怜的是黄金树幽影，你想想，当所有人都认为比赛是为你量身打造规则，而对你各种口诛笔伐的时候，那你最好还是真的拿个冠军，因为你至少拿到了冠军，总比现在连安慰奖都没有要好得多。这有点太尴尬了，那你这段时间不是白挨骂了吗？所以实在是太乐了，乐得我已经绷不住把 B 站当 QQ 空间了。去年的 TGA 差点没给我看睡着，全程就为了等《博德之门3》拿奖。今年我完全不困，当然除了那一堆堡垒之夜和二游的广告以外，绝地潜兵2获得了最佳多人游戏、最佳持续运营，实至名归。先把武器削一遍让玩家退坑，再认个错调整回来，实在是非常好的运营模式。任天堂今天坐在台下看完了索尼的颁奖仪式，分享了索尼的快乐，顺便还看了幻兽帕鲁的预告片。任天堂不久之前刚告了幻兽帕鲁，游戏界从来就没有那么和谐过。陶德叔叔没在去年塞尔达杀手发售之后上台，今年因为辐射电视剧上了，我本来期待他能再画几个饼，结果盯着女主黑丝看了半天，他们就下台了。不过最搞笑的是顽皮狗的新作《太空飞船：星空配乐》，我差点以为是星空要出 DLC 了，结果是一个亚裔面孔、光头女性砍怪的游戏，甚至独眼女上司都比主角风韵犹存。不过又是另一个新兵特工吧，这次又要亏多少？我期待的新作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预告片。肖诺秀夫来了，但是他没带来预告片。大神 IP 重启了，但是他没做完预告。不过端上来了一个老头环多人 PVE 衍生游戏，虽然我确实不敢相信这是老头环，这动作是否有些过于流畅，甚至还能飞，甚至还能原地起飞，甚至有打桩机和钩索，甚至还有无名王者一次魂3防火女和3头火狗。我怀疑要么是我没睡醒，要么是这个世界没睡醒，这到底是哪个平行宇宙？就这样吧，鉴于我本来就抱着看乐子的心态，感谢 TJ 让我笑了10几分钟，期待明年能继续有乐子。我也给他10个无限暖暖作为最终评分。我是真没想到你后面还能再塞个广告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堕落之主我还在打，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